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八根薯条，耶！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打工的那一回事。其实现在打工呢，就是身为大学生或是高中生，就是很常会看到很多人在课后呢，就是要去做赚钱。毕竟现在的物价那一些等等就非常的贵，所以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家庭的因素等等原因，但这个不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就大家都会想要赚钱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想要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对于我们可能在第一次打工你是什么时候啊，然后你的经验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或是包含其实现在大学包含一些实习在里面打工的一些经验，还有就是你可能第一次打工你遇到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做讨论。那可以先开始分享我们第一次打工的是在几岁的时候？那问您，你第一次打工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你的第一次打工经验跟我很像，因为我也是之前的话，家里楼下有全家，对，所以我妈妈他们其实也很常在那边做，就当常客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跟店长比较熟，所以我从国中，就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帮忙补货这样。然后到了后来，因为就是没有中午下课的那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比较少去。但是16岁的时候，就是合法的可以打工的时候，老板就叫我过去上班，我就自然而然的就进去上班。你就直接进去了。那我很好奇，你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就是直接补货？我很好奇。不是有2个月还1个月的那个什么实习还训练？什么训练师之类的？因为我是因为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们是常客，所以我其实便利补货的话，它下午时段都是2点到3点，所以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4年级的时候去的。那你小学下课，中午下课时间12点嘛，所以通常到2点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无聊，然后刚好那个进货，我就去帮忙这样。所以有一些前置的事情，我其实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摸索过。一开始是好奇，说我可不可以帮忙，因为他其实真的很熟。然后到后来是直接老板就说问您补货，我说好，我来挑饼干喽，然后我就去挑饼干，然后补货这样子。他们就开始就每个人拿一个篮子，然后我就去拿篮子，然后就丢。然后到后来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饼干在那里，那个饼干在那里这样。然后国中的时候我就直接顺利的进去 BB 了，然后附近就说来练一下收银机这样，我就开始教育训练。然后高中的话就长大了嘛，你就会知道比较多，我就有点不太想做，因为已经做熟了。是，然后但是16岁了嘛，他就说合法了，可以来了，然后我就去上班了。但我自己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超不会应对这件事，我觉得好可怕，叫我跟人讲话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蛮依人的特征。那怡姐嘞？我第一次打工是高2，因为学校的关系，所以要跟也算是学校跟外面的剧团合作。那时候是跟那个明华园排练了1年左右，然后最后只有在台中场还是士林场的时候拿到演出费1500。所以你后来整个高中就是高2的时候在舞团的这个过程，就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工资或酬劳。我记得是都没有，但是他们包交通，他们有包交通，有包车嘛，然后有包吃的，就是你到场可以先吃便当。是你中间所有练习的时间，或是包含上台表演这些时间，都是没有任何的。上台表演那一场1500，就那一场嘛，就你唯演的那一场1500，然后没有演很多场。对，但是真正排练没有到处巡演。但是你整整的就是练习了1年这样子。对。哇，好辛苦哦。好辛苦，要先帮你滴2滴眼泪。不要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多找安慰一下。好，那再来岁呢？你第一次打工是什么时？几岁？第一次打工是我是最晚的，我是这里面最晚。我第一次是大1升大2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打工是在木栅上面的富德公墓的办公室里面，但是所以它里面就是在做一些文书类的整理，就是你会看到一堆死者家属填的那个资料，然后他要买的那个位置，然后跟什么的，然后一堆资料。那是墓园吗？它是墓园的管理处。所以我们就是负责去。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吓死了。因为现在电子化，需要电子化，然后以前都是纸本，然后又很乱，所以他们需要把那些东西整理过后，然后扫成电子档，然后 key 成文字，放成电子。把它归类。你会看到一些比较隐秘私人的东西吗？
我以前会去看他们就是死因或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真的7、8月份玩水就是比较热的时候，大家会去玩水，所以很多都会是溺水的比较多，对，这样就会比较多。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你那时候看到那些文卷上面都写溺水的缘故，对对对，好猛哦！可怕。但我觉得很特别，你听那些，你不觉得心会毛毛？就可能看到，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些人是怎样死的，不会，就是他们怎么我觉得离开的。还蛮有趣，就是直接验证了说暑假不要不要靠近，不要靠近水源请注意安全。是。在此边呼吁生命安全平商。对，我还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有时候上班他还是会，就是有人来这边，然后拿着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是去选位置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仪式也是会经过那个地方，然后再出去这样。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些第一次打工的经验，那我这边自己说一下，我第一次打工是在便利超商。那我那时候刚开始进去做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像就是之前问您，就是可能跟店长熟到就是可以帮忙补货或什么，因为我其实之前去那边消费，我顶多就是聊聊天，我人就走了。所以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倒是蛮吃力，因为那时候其实便利超商是这样，基本上其实你到后期你都是一个人当那个班的，你要把所有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在前面的训练周期的，虽然我都会配一个老娘，但是你就是只能跟那个老娘去学所有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的职场的生态文化，我觉得就是没有合理分配，我一个人就要做所有的事情，然后他就只是负责去看验收说，你这些事情有没有做好。但我也觉得某个方面说，确实也是要这样，本来就是要自己去做过之后才知道要做什么。应该这样讲，就是在还没有一例一休这个规则出现，或打工很明确要休息的时候，我之前就是连续上14天，然后只休1天而已，然后我后面又要开启14天连续的工作，然后那时候时薪才120而已。1个月差不多只休了4天吧，然后最后只拿到19000，我真的是要吐血。我觉得以前便利商店，现在我觉得也很辛苦，但我觉得那时候以前就是非常辛苦。第一次打工经验，我想说，我为什么要挑这么，就好像被骗进去一样。因为以前我进去便利商店，我就觉得那店员好像没事，都站在柜台那边，我就想得很美好。因为我永远进去就看他们就在柜台，哇，一进去我要扫厕所啊、补货啊，然后还要叫货啊，还要结账啊，然后还要点货。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 OK 还要烤什么炸物，还要用烤箱，还要去洗地瓜、去烤地瓜。那你呢？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酷的经验，就是之前我们都跳舞的嘛，有一个场次就是要在高台上前空翻下来。真的假的？多高啊？多高啊？几公尺离地面？大概这样吧。这什么意思？你说就是那个台子在这啊，然后地板在这吗？舞台另外算，台子就大概这样子，然后你要站在上面前空下来。啊，你真的前空下来了？对啊，妈那时候好要命哦。啊，你有没有就是在练习这个？你有没有受伤？这个吗？没有，其实那时候哥哥们都蛮保护我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呦，怎么那么好？那问你，你有没有补充的？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全家嘛，所以我就遇到过小偷。我还很印象深刻，是那一天是一个男生当店员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偷就是他其实偷了很多东西，然后因为我的斜角就看到他已经拿了冰箱的东西，然后我就很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我就去走到饼干区，就是饮料区、饼干区在这边，然后就走到饼干区那边去偷看，然后发现他也拿了一个饼干，然后又拿了，就反正拿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但是我很紧张，因为我才小时候而已嘛，小朋友我也不太懂。然后我后来才就是跟副店讲，然后他才说这个是小偷，他就说我为什么不早点讲？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小偷，我第一次遇到。然后结果后来他去查的时候，就重新盘点那些之后，才发现他偷了快好像500多块还是1000块左右的东西。偷这么多都拿什么偷？他拿IKEA的大袋子这样吃。这是我蛮惊讶的一件事情。那睡嘞？睡就是处理那些文件。我只有瞎同事，就是因为我们的休息时间很短，只有12点到12点半，就是30分钟，所以要吃得很赶，你没办法吃饭又休息，所以就有个人他会从大概11点或11点半的时候就开始去厕所附近，不知道哪里就躲起来嗑便当，然后嗑完之后差不多等到12点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可以休息了，然后直接睡到12点半。哇！但是就是这些我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主管很厉害，他就是坐在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就是大家是这样么字形的，然后主管是在这里，所以面向那边，然后大家都是面对一个墙壁，所以他完全看不到他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
因为下班的时候会等公车，所以就会听到他们在聊天。我就听到主管就说，他们都以为我都不知道，然后有个人就是会11点多就差不多躲起来啊，然后12点就给我睡觉了。好厉害哦！哇，大家都其实都知道，好大的主管瓜都知道。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在分店的地方，就是它有分很多个派，很多个据点啦，然后它就是通常我们签到的时候，上面会有写自己的名字，然后电话跟你的到的时间，上班的时间，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分据的一个男生，对，有一个男生他就看到办公室的一个女生，他很喜欢她，结果他就故意去看那个女生的名字跟她的电话，然后就是疯狂骚扰她。然后有一天就是我们这边的剧，他就说。主管就说：“那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就是上面的电话号码都不会显示出来，因为之前其他地方个人隐私这样子，对发生了这些事情。天哪，好变态哦！一些大学生，因为刚好数学系在大学有去打工，然后刚好也有在透过学校一些关系呢，在实习上也没合到有工作。那所以就是比较想问碎碎说，你其实，在大学上这个，因为有一些课程都会有什么校外实习，可是这校外实习又很麻烦，学校会就是学校一定会有一些名单，但是学校又有点暧昧的说，你也可以去找有相关的东西，但是如果能付出以下一些证明文件的话，其实都可以，就是说，也可以认同你这个校外实习的学分。那其实就是这个好像也有那个薪水嘛，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校外实习，我觉得学校没有做得很好，因为我朋友在辅仁的时候，他是，对啊，真的是，我朋友是辅仁的，然后他们的实习是必修的实习，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校内去做一些访谈，或者是街访，或者是去做田调等等，因为他是新闻系，所以虽然是没有薪水没错，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直接可以成长的一个实习活动。对，但是学校的话就是叫你去找，或者是叫你去看学校的网站，但是通常学校网站都没有多少个名额可以让你去报名，或是它的限制很多，它的期限很短之类的，或是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过了那个期限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报名。然后他们学校又很担心我们在外面找工作的话，怕会被骗，或是签了不好的合约，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困扰的地方。他必须有3方的认证，然后一直不断的跟学生去对合约的内容这样子。如果公司有要求要自己签公司的合约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就会变成你卡在中间了，你要被学校这边一直问东问西，公司又一直给你合约要你签，然后你就是只能一直就是变成只能你自己主动跟学校这边讲，然后跟公司这边讲，然后变成3方是。就是达到学校的标准，又能达到公司的标准。那你后来实习是找到哪一个性质的工作？我后来是找一个广告摄影公司的美工部去做，像是专框类的那种比较机械化的工作，所以就是能学到的东西不太多，但是我会偷偷的去看他们在做什么，像是做电脑区的那边就是排版，然后我们有很多个框，超级多的框，像是最近又出了新的框进来，所以他们必须去量那个框，然后去跟就是印刷店的去沟通说它的出血是多少，然后它必须要留多少的边框，然后会放大多少等等的美感，要去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去印1版、2版、3版去试那个框能不能合那个相片的样子。觉得就是也可以建议，就是如果有想实习的话，以我们自己是世新的话，其实会稍微辛苦一点。就是你可能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实习，选这个校外实习，可能你要自己去找相关，是不是还要符合自己科系？要符合，还要超符合，所以我就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没办法过关呢？因为之前是也很像吗？就是它就是很像，但是因为他被分配到做行政这件事情，就是他也算是，因为我们也需要做，因为他们电脑区有一个排版的一个流程，那我们这里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排版的流程，就是有一些相框是可以我们自由发挥的排版，所以那些就是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也可以那就还行。
因为当时暧昧，就是对我很暧昧模糊连，因为你介于在行政又可以设计排版这一个区间，所以学校那时候我有听讲，学校就说真的跟你这个科系有关吗？真的有关吗？这可以吗？然后一直来回确认，那时候顺也真的问过，好啦，谁爱实习就去实习啦。我觉得就才这样，对，就这样啊，就这样啦，对。对啊，我知道所以就是好，那所以实习的话，其实第一个的话，以目前我们学校的资源可能。档期或者是媒合度成时间比较短。再来的话，如果你要自己找，要非常符合你的科系，而且还要就是公司学校跟你自己是要达成三方一线的，对，才可以就是进行实习。那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你有心想要学到东西，也是可以进行的。那再来到我们最后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其实大家第一次出来打工，一定会遇到你觉得最难忘的事情。那我先自己分享好了。我第一次打工，因为我刚才前面一直有提到便利超商嘛，那我其实最难忘，其实你说是也是蛮小的事情，但是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我之前刚去第3天的打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哥也在。OK， 便利超商。然后那时候他早班或晚班，我们俩在交接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女生进来要储值悠游卡，然后他就给我300多又零钱什么的，然后我帮他加进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会加值，我加值完我的话术只是讲说，你加值完余额我比如说你加值完余额还有400元，然后那女生突然 keep on 说什么叫做还有400元？然后之后我哥又出来，他说他第一天来，然后他就跟他。后来他就说：“你不能这样讲，你以后要说加值后余额是400元。”他很强调我的语句。我哥就跟我说，话术很重要，你要会讲话，你不可以用一些让人家误会的言辞。可是我到现在觉得，请问加值还有400元，这句话到底哪里有问号？我吗？对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往前讲的话，我觉得。当这个表演者还蛮有趣的，就是你的服装每个朝代，因为那时候有现代跟古代嘛，所以你的服装要跳来跳去，你可以一下当鸡童，一下当渔夫，一下又穿什么凤袍子，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我衔接一下，刚好我那一场就是要前空的那一场，我是时装，那个时装是现代。我不知道导演有什么问题耶，那个编剧导演有什么问题，他还跟我说，那个妹妹不够高，因为我不确定台子不够高，还是我真的长不够高。他竟然给我要求要加高跟鞋，天哪！这要怎么落地啊？你要翻还要再加怎么落地啊？对啊，就是一翻下去，然后立刻呈现一个跪住，然后躲起来，大概那么高。天哪！但是我几乎看这样子的点，这样。好厉害，很高哎！我是打工最难忘的，就是我们那个店员就是。很和蔼可亲，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的关系，所以我跟自己的店员其实没有到很陌生，就是我们真的很像就是一个家族，因为我们的人那时候就是5个人，店长啊、副店长啊，然后加3个员工，然后加那应该是6个，还有一个夜班的，对，就是变得很亲密，因为你要在一个便利商店这种那么多连锁店的地方，有一个这么熟的。店员，你可以帮忙讲什么心事啊，去吃饭啊等等，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是因为太熟悉了。对，所以到后来，我其实大1的时候我就没有在那边打工，是因为老板他们就没有续约了，就是他们就已经，就是现在虽然店还在，但是人都不在已经更换一批了。对，因为跟我 OK 像 OK 一样，我后来离职之后，里面整个人全部也换一批。所以那时候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其实还蛮难过的，因为就是熟悉的人不在，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环节。虽然他们的就是可能因为合约的关系，又可能又被收购 ，maybe 可能变直营什么的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一定要换人，但是没关系，至少你有一个完整的快乐的打工时期。所以呢，你在那个你第一个是那个动物园，最难忘的事情。难忘耶！我觉得他会去那边上班，我觉得你已经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很猛我上到第2天，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来上班？有人想说，到底为什么我要选这份工去打？因为他时薪很高，我爸超怕我被抓走，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我如果到时候真的出事的话，我只能用跑的下山。
我很认真想。所以你最难忘的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诈骗？对，我很怕是诈骗。我就有去上网查资料，我就想说，这个是公家机关的，应该是没事。它是公家机关的对，它是公家机关的。那还有点可信度啦。其实睡了打工真的很难忘，是很快乐。对，以上就是我们4位的打工经验。对，其实打工经验我没有做很多份工作，我都是做时间比较长。因为像我第一份打工的时候，我就做了3年。对，哎，你是都在舞团，然后其实你也做蛮久的，你到大1才离开全家。对，差不多。你要睡的话，我都是打工。对，是打工，OK 啦，也是不错。以月计算。对对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打工的经验的那一回事经验谈。如果你有什么打工最难忘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然后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我们8根薯条，然后按赞、分享、加留言，订阅，没错，开启小铃铛，开启小铃铛，对，小铃铛要记得打开才会接收到我们的讯息。没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